我在那个奈飞有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生殖细胞动手，你就觉得有些外国那个人呐，那个胆儿真大呀，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实验室啊，就自己要改自己的基因，叫厨房实验室啊，就厨房实验室就是这样子。对，其实所以呢，我就是说这个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你魔高一丈的时候，道也得高一丈，研究上是不能落后的，但是把研究怎么去应用，这要两方面都做，一个是要有伦理去公约，第二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些公序良俗啊，也让老百姓知道，其实任何的技术都是这么一个问题，还是要看大家怎么去限制它，让更多的好人把技术用在正确的问题上，才能保证技术不要添乱。这个道高一丈啊，就道德和法律也得高一丈。没错，他就要不然现在这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关口，就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几乎是首次对生命，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认知，但是对生命这个本身的了解，这是已超越了我们之前所有的总和了。能不能就是这么理解？就是说，人类到了一个关口，就是有些事儿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但是还不能做。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只是说今天这种已经变成大家的共识了，不仅仅是在科学界讨论，也包括其实伦理界，也包括我们的民众们都应该有充分的一个知情，至少知情权。各国有没有分歧呢？关于有分歧，比方说欧洲是最保守的，极其保守这个，但是英国现在已经脱欧了，英国还是很激进的。我们最早的人兽的杂交胚胎都是在人兽胚胎杂交都是在英国做的。天哪！这个很厉害，因为这是个达尔文的故乡。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时候，那个东西那是颠覆神创论的。那个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受到的这种束缚，和他当时因为华莱士说你再不发表我就发了，达尔文憋了20年的手稿，终于在1859年发了第一版。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今天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讲也是觉得跟欧盟在很多问题上讨论不下去了。美国是最激进和开放的，他不担心其他的国家会比他快，所以你看起来他就是很包容。其实他的包容是建立在他本身已经建立清楚的科技霸权上，比如说全世界的数据库，比如说互联网那些根域都在他手里。日本跟中国呢？现在在基因行业里面，日本是落后的。日本在干细胞研究、免疫治疗、质子重离子这些领域比较强，基因研究在亚洲当之无愧的是中国第一。再往下的新加坡、韩国都比日本最近更活跃，所以日本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往后走了。现有的基因研究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好事是什么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技术叫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原来生个孩子，因为唐氏综合征，这个大家应该听过吧？就是像周周那样指挥家，先天愚型，这个发病率很高啊，1/6到1/8%。在过去，几乎如果要做这个确诊，都要做羊水穿刺，对，做羊穿。今天因为有了基因技术，抽孕妇的静脉血就可以了，就抽妈妈知道他是不是，就知道孩子是好还是有问题了，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了。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就把它生下来；如果觉得有问题，因为时间很早，基本上可以在那个点上去终止人身，不要再继续把这个悲剧扩大了。但是您就光说这个问题，都有在国外啊，都有伦理问题。天主教，比方说你做这个产前的这个检测，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那个唇腭裂，那么在国外你看很多父母觉得我不要终止，就是我这个唇腭裂的孩子他也有生存的权利，我要把他生下来。这 OK， 所以我刚才说的嘛，我用的词叫预先知情，你选择权一定是在母亲。其实是在双亲，但更重要是听母亲的。唇腭裂手术可以修复，比如说多植脂、六指没问题，可以生。唐氏综合征今天不可治疗，唐氏综合征另外带来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个家庭是承受不了的。这就是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说绝对对的。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这个技术可不是只在中国普及了，是在全世界都普及了。这个恰恰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这本天书什么样子了，我才有这个技术可以抽妈妈的血就知道孩子什么样。这个技术现在全世界已经做了大约有2000万例了，从2010年做到现在。那还有什么病可以这么早的治？大约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100多种遗传病都是可以的，地中海贫血基因、耳聋基因。癌症呢？癌症呢，一般来讲生出来的时候就得的癌症，那就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叫遗传性的肿瘤，这个比例很低。
大部分癌症是后面带来的问题，但是也是正是因为有了基因技术，使得今天的癌症已经不是以前的放疗、化疗、手术。我们以前就这叫3驾马车嘛。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人类基因组为什么要做，恰恰是为了对付肿瘤。1969年阿波罗登月了，1971年尼克松上台，然后就当时直接对美国国立癌症中心 NCI 开始大量的去对它加大投资力度，提出了一个肿瘤的射月计划。因为我已经阿波罗登月了，他期望的是我能不能也花一个几十亿美金，我就彻底攻克癌症。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力到了一个最强盛的时候，而且死亡率非常高。那个时候也是美国跟今天中国有点像，是一个癌症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结果做了15年失败了，所以1986年美国的科学杂志 Science 封面，这个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多尔贝克，就写了一个词，这个词今天在中国用的很多，房地产经常用，拐点。拐点 point。他说的是，如果不测出一个人的基因，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攻克肿瘤，因为肿瘤是一种基因病，肿瘤是与时俱变的，是吗？就是如果基因里没有这个癌症的基因，这个人就肯定不会得癌症。他的问题是你这些癌症的基因生出来的时候都是没有的，除了那部分遗传性的肿瘤，都是我们后天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包括你生个气，它都可能累积有害突变，是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错了，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又没逮到它，它就慢慢的就发展成癌症了。比如说情绪长期不好，会改变基因，会，对，会非常明确的当生的，就你这一辈子，你的情绪和环境就会改变你的，就不用当生的当天就有明确的感觉，你的表达骨瞬间就变了。赶快笑，赶快笑啊！所以不要生气啊！反过来就是说，笑得太大也不行。对，就是反过来用正念，这个人就会改变他。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奥秘无穷，在物理上的时候，现在时空已经不分了，物质和能量也开始不分了。你所谓的能量是有物质基础的，就是说意念真的可以改变。意念天然是要消耗物质的，所以意念本身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我们今天科学层面上讲，这两个东西就是不可分的，但只是不能判断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笑，会导致什么癌的我们目前基因的看起来畸变，对不对？目前看起来，至少生气这件事情，大概率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当然，最早引起的症状不会是癌症，它首先影响的是你的神经系统，因为你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甚至让你出现，比如说抑郁、躁狂、两极紊乱、自闭，这些都可能。这些问题，但不会导致中风。中风更多要器质性的，也就是说，虽然我生气能导致，比如说卒中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心梗，前提是你的气质已经有问题了。它不会说你血管干干净净的，什么都这个情况还是很少，它总是一个很多症状的一个累积。就是他刚才讲啊，就说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例外嘛，因为这个基因它一直传，但是咱们之所以能进化，就是那点它总有个变异，有的变异呢就适者生存了，积累，实际上等于说这个复制，此时此刻就在咱们身体里进行。那有的复制坏了，那就是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我们就假如说聊1个小时的天儿，我们体内的细胞至少更新了上百万个，一边说一边死，一边又生。所以有一个古希腊的典故叫特修斯之船，这个船出海，一块一块换木板，所有的木板都换完了，这个船是不是原来那个船？对我们人来讲，7年就换一遍，所有的细胞。聊完一集，咱就不是人了，不是原来的了。问到我们认识到现在聊天已经3次人生了，在世为人了啊，已经3次人生了。你说改造到什么样？我还没讲完。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你二位互相认识，就是因为都有例外。我们有一个东西没变，中枢神经系统的拓扑结构没变。中枢神经系统的拓扑结构，也就是说，你能记住徐老师能记住窦文涛，你们俩有几个神经元的连接在海马体和其他脑区，那个拓扑结构没变。拓扑结构就相当于电话号码或者是身份证，它是一个3维的信息。那要得老年痴呆症了就？那就是拓扑结构变了，就这么理解嘛？要不人您是谁呀？您是谁？那所以我们讲，就是我听说是在你们公司门口有一个那个雕像，底下写的是永生，是吧？永存永生啊，那就是说，如果它一直换，其实可以达到这个永生。物质上可以不灭。就像我们今天用的所有肿瘤细胞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
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先驱吧，它也不是个志愿者，就是用这个细胞叫 HeLa 细胞存到现在，这个 HeLa 细胞还在繁殖，还在复制，那个细胞就永生化了。现在繁殖和复制的已经超过 HeLa 本人的上万倍了，就是这一个人已经复制了1万份了。我们都拿这个细胞来做实验，它就相当于这个肿瘤的一个核心的标准。肿瘤细胞就是一个永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件事情一件一件来。先说的那件就是说，癌症是跟基因有关，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的基因研究，并没有帮助我们去克制和消灭癌症，是不是这样？先说2句废话，正确的废话。没有科学的人文，往往是愚昧的。光讲人文没有科学支撑，但倒过来更危险，叫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危险的。那当然了。所以本质来讲，基因本私啊，但是如果人性也本私就完蛋了。我们恰恰是用无私的人性在克制基因的自私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这不是废话，很重要。这是一个，当然很多人听了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废话。我先把这个定论先说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简单的从人类的健康的角度去理解，有3件事情跟基因是高度相关的。第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外来侵入的基因，传染感染，新冠是最典型的。对，绝大部分其实我都不能叫感染，因为我们本来就在感染，打引号的。你身上带这么多菌毒，只是说你跟它平时是和平的，它没有闹事儿。我们一般认为你感染了，你脓毒血症了，是因为你跟你微生物的谈判破裂了。破裂了，这个破裂了有太多问题，衰老了，免疫系统不行了，等等各种问题，这是外来侵入的基因。我们刚才聊了第一个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基因，这个东西决定出生缺陷，也决定每一个人的生存质量。因为我从娘胎里就带下来的缺陷会很麻烦，尤其是遗传病。如果福利在这方面更好，大家也不歧视，有个唐氏综合征，我觉得没问题。如果你真的见到这些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比如周周现在在华大啊，我们就是拼得到我们的雇员，我们自己还有几个唐宝宝，他们都是幸运的，大部分唐氏儿都没有见过公园什么样，不好意思领出去。那是真正的，你不能站在一个无限的伦理高地去讲这个堕胎这些问题，它都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来聊。现在我们看得见希望的，恰恰是您刚才说的与时俱变的肿瘤。肿瘤的基因生下来是好的，因为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发生基因突变了，它是个与时俱变的基因。对，那有什么这部分基因办法呢？我们现在是有办法的。我举几个例子。首先说，我们为什么感觉肿瘤多了？其实它是一个大问题，是在于我们活得太长了。是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小于39岁，39岁是可统计上的，还有好多统计不上来。今天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7岁，中国香港是最高的86岁，平均可以活到86岁。就这一刻生出来的孩子，大概率能活到86岁，没有战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世纪初出生的孩子，我们现在大概率预测可能会接近90岁。日本现在已经，它的大阪地区的女性已经超过90岁了。也就是人类正在努力的活到基因设计的极限。我们现在推测的极限是100到175岁，所以我们当时取了个120岁，这其实是背后还是根据哺乳动物来预测的，就是我们可能大概率大家集体奔着90岁100岁活，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而从人类如果活到80岁的情况下，你有多大的概率会得肿瘤呢？大约1/4，大约1/4。80岁，如果一个人能活到80岁，大约有22%到25%的几率会得一次肿瘤。你说一个人得一个肿瘤又得一个肿瘤，也有很少，绝大部分就是要不一个肿瘤就死了，要不一个肿瘤治了就也没有别的肿瘤了，往往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于我怎么在肿瘤早期的时候能够发现它并干预它。对，所以我们说检测技术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只有突然发现的肿瘤。也就是说，今天世卫提出了第一个可以被干掉的肿瘤。2047年全世界一起，他用的词也很精准，不叫消灭，叫消除，要求是发病率低于10万分之4。您猜猜这个是什么肿瘤？跟女性相关啊，能够是这个跟子宫有关？宫颈癌，对的，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因为现在已经有那个就可以打那种2个技术，接种疫苗，一个是疫苗可以普及了，对，而且现在都是在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打。子宫颈癌其实不能叫性传播疾病，因为这种病毒是广泛存在的。有人说男性为什么不得？男性很容易倾斜，
女性的宫颈大家一般清洁不到，当免疫不好的时候，长期被中高危型的 HPV 感染，慢慢的就变了。这个过程有多久呢？几年到10几年。我们知道了梅艳芳也是因为这个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在中途做1次检测，我就可以干预了。初期的我可能用一些栓剂啊，稍微重视一下，实在不行我做一个简单的原位手术，我都可以很快把这个就解决掉，因为它都是表皮的。对，现在10几岁的这个人，但是这跟基因有啥关系呢？基因在里边起什么作用？这个就非常关键，就是因为这些宫颈的表皮细胞能够被 HPV 病毒侵入，就跟新冠病毒侵入我们的呼吸道上皮细胞是一样的，只是它是个慢性的。我查的就是基因，我是一定要看到宫颈癌的引起宫颈癌的这些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基因，我才知道这个女性要不要做干预。如果我能通过基因来及早判断某一种癌症的因为这个是就是由感染引起的癌症，而且是长期反复持续慢性感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现在世卫的推荐3年1次，注射疫苗的也要检测，如果有问题了立即处理。所以2047年我们是有概率把这个发病率摁到10万分之4以下的。因为它现在还是女性的第2大杀手，第1是乳腺癌，第2是宫颈癌。哎，但是其他的癌不行，其他的癌越来越多，比如说结直肠癌也是这样子。结直肠癌以前不是要做结直肠镜吗？现在测粪便，如果粪便说你是阳性了，你再做结直肠镜，这样的话就把原来100个需要做结直肠镜的人变成5个了，你就让那95个节省了医疗资源。因为做结直肠镜你麻烦，医生也麻烦，还要麻醉师，还要提前预约，还要去排空，还要去不叫住院吧，至少要占一个诊室。这些过程其实就是因为过去不精准。现在我给你先筛一刀，还是测基因，我查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肠或者结直肠表皮的脱落细胞当中的这些基因，这些早期可以去做筛查的技术，不是诊断，它是一个 screening， 是一个筛查的技术。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是能够把目前差不多有个7、8种肿瘤都可以这么做。就是这个基因呢，它意味着一个怎样的一个未来？是逐渐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管哪个，一个基因管哪个，这个知道的越来越多。知道的，它首先是这个样子，一个基因对一个蛋白，因为我们生命法则就是这样，基因到蛋白，蛋白到代谢，这是叫生命的中心法则。上世纪的60、70年代，这是一个理论，这是个定论。后来发现错了，不是一个基因对一个东西，可能是几个基因对一个东西，也可能是一个基因对几个东西。这个特别接近你刚才说的，它是个网状的拓扑结构，特别复杂。你摁了葫芦就会起了瓢。侏罗纪公园里有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叫 "Life always finds its way"，生命总会找到出口，你摁不住它的。你往东来我就往西跑，你往西来我就往东跑，反正你怼不住我。它为什么要30亿对呢？人类为什么要30亿对基因是吧？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当演化到一定高等程度的时候，首先为什么要有性？对呀，按说它要这么神奇，它没性也行啊。就是因为人类已经或者说有些物种太高级了以后，它基因已经不容易发生重排了。我们说无性繁殖都是大肠杆菌啊，都是病毒啊，都是酵母啊，这种简单的真菌，它就1传2传4，它因为大肠杆菌20分钟就一代，人20年才一代。您的基因突变要出来，那得什么时候？最好的方式再找一个，你们俩混一下。这把牌不行了，我们俩就通过一个性别，大家混一下。就像我不也是满族和汉族混出来的吗？那可能就诞生了一些新的性状，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这个就是保持了人类这个基因还可以有一个保持多样性的一种可能。所以性本身的存在是为了远缘杂交的一个成立，是希望这个物种能诞生出更加适应环境的某一种性状。因为无性繁殖往往它的性状是固定的，因为它能改变的很少，所以普遍的性压抑对人类不利。这是对的呀，这肯定是对的。对于这个生物的多样化是很不利的。没错，而且就说这个我还是不知道，就是它的物质基础啊，有时候我很难想象。就是像咱说的，抽象的说，那你们一说就是这里边有这个遗传密码，对，有这个信息，对。可是当然，这在电脑里说我们能理解，那它是真的在电脑芯片上，它能可以时刻呀，还是什么？它有这个东西。对。但是对人来说，它那个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东西
他是谁听见这个信息他就制造的？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芯片来想，你说一个晶体管就是0和1，了不起加了半导体就是个3态嘛，还有个中间的半导嘛，就3态，这个玩意儿怎么就会有智能呢？对呀，就是它累积多了以后，我们这就是 emerge， 就是涌现。这个词在物理上，在哲学上，就是把一个东西简单从到一定程度上讲，它就突然诞生了这个原来没有的一种性状。这个啊，你知道，就是我看过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大脑突然间就产生了一个意识？你知道，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说啊，当然这是学说之一啊，就是说你可以想一想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驿站，也没有一个城市。城市呢，也不是说是根据谁的命令，它是在千百万年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这就像人的大脑，最初呢有一个脑干，有个很简单的要爬行动物脑啊，然后你看你随着进化，对皮层啊皮层，对，他就说城市从什么时候有了自我意识？就等于最早也没有城市，可能就一个地方一个路口有一个房子。这等一个东西啊，就是加到足够多的数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诞生了这个一下子这个词就叫涌现，就自我意识涌现，就你突然觉得啊，城市就有了智能。实际上，一个现代的城市，我们在历史上看，因为我们从农业社会到现在就是1万年，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一个现代的城市？至少要有10万人。一个传染病的最小爆发群体是50万人，低于这个数字，传染病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供你去传出去，就是这个数啊，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忽然而有了一种，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就万物皆数。所以你看老鼠，我们说它的神经元7000万个，猴子是60亿个，人类是860亿个，860亿个，所以我们差不多是猴子的大约就是14倍，那老鼠才7000万个。你至少是老鼠的上千倍，所以你当然就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所谓的智能。但是就说生命，我就说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 DNA 的这个方式？因为我听过一个人打一个比方，当然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啊，说是这个各种情况下，这个地球上的各种因素能够产生到人类这样的这个生命，他说好有一比，这个概率就像是什么呢？说是在一个操场上。撒满了这个汽车零件，然后呢，一个龙卷风把这个零件吹起来，等它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组装成了一架汽车。对，这是可能的吗？要看多久。这个过程是34亿年。34亿年就能让一堆汽车零件在风中自行组合成一辆车。就是说，这是起点和终点被简单说成了，好像这两个之间就是一个严格关联的。实际上，首先说，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一定是地球原生的，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外边来，这也可能是。但是即使在外面来，宇宙如果我们今天观测146亿年，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证据可以很好的能够验证刚才讲的这个道理。首先，它可能更好的一个比喻是，它把一堆零件扔到海里，出来一个潜艇，它要一个液态环境。水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又不像气态飘得满哪都是，又不像固态完全都不可固定，液态本身很重要，所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很重要，所以 H2O 一氧化二氢很重要，它恰好让你产生了液态水，液态水就可以使得这些零件产生碰撞的几率变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化学分子本身天然都有让自己的自由能，或者说让自己的这种熵变低的倾向。分子，这是物理的本来的东西。徐老师知道什么是熵吗？我只知道负熵，老听人家说。熵，对，熵就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代表的是混乱程度。如果我们都不管的话，这个地球会越来越混乱。所以热二定律到了终结是万物终将归于虚无，这个宇宙会耗尽能量，又进入到一个死寂的状态。所以人类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能活着，生命能活着，就是因为做负熵，正熵就是混乱，负熵就是秩序。所以它是一个秩序，表示混乱度的。就是说，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规律啊，到底是纯物理的，还是可以应用到人间，也很有意思。就所有的东西天然的就会越来越无序。你比如说一个楼，如果没有物业管理，
它就越来越无序，越来越乱七八糟，这就是伤，对吧？这就是无序程度就是伤。那你像我们这个人，由一堆乱七八糟的原子什么一下变成这么有秩序的一个存在，那你就是负伤。但是就是所有东西好像自然的方向是向它原初的时候形成，你可以想象，我们形成第一条病毒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一个单链的病毒的时候，它就要去想办法复制自己，它就必须去做复生。它要开始管理自己。当然，病毒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呢，是因为它要寄生，所以现在一般更加的认为是先出来了一个自养的生物，然后又简化成了一个病毒，因为总是要有一个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我才有一个寄生能跟上。我如果一开始都是寄生的，我寄生谁嘛？但是形成病毒这个过程，实际上今天我们通过很多的化学实验的模拟，的确自然界就可以发生，至少是可以从一群无机物变成这些有机物。